13岁代课老师刚上任，竟敲诈起学生。谁有钱掏出来。然而真相令人心酸。我借你们的，我一定会还你们的。他要凑的不是私财，是为了去城里寻找走失的学生。村里唯一的高老师要回家照顾病危母亲，村长跑了10几个村子才找到愿意来的他。高老师认为他教不了孩子，可村长说1个月只有50块，没人肯来。高老师起初不放心，可看着别无选择的村子，只好答应让他留下。他问魏敏芝都会什么？会唱歌。会唱歌，唱一个吧。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里的百里鸟歌连天，歌唱我们的祖国。唱着唱着他就忘词了。虽然高老师不是很满意，但也没有办法。自己不在的这1个月，孩子们不能没有老师。他交给魏敏芝26支粉笔，叮嘱他除去周末1天1支刚好够用，因为这是学校最后一盒粉笔。他让魏敏芝每天在黑板上写一篇课文让孩子们抄，当然字不能写得太大，写得太大就会浪费粉笔。说着指了指外面，像驴粪的大小就可以，等太阳照到墙上的钉子就可以放学。学校原本有40几个学生，4个年级的学生共用一间教室，住校的几个女生只能挤在一张床上，男生则把门板放在板凳上当床睡。因为穷，已经有10几个学生陆续辍学，如今只剩下28个。谁也没想到这份勉强接下的差事会让他后来拼尽全力。只要把学员看住看好，赶我回来1个不少，我再给你加啊，1个都不能少，成了他对高老师的承诺。就这样，魏敏支成了孩子们的代课老师。可学生们因为他年纪小，根本不听他的，到了上课时间还在外边嬉戏打闹。魏敏芝管不了也不想管，反正1个月后也是点人头拿工资，只要看好他们不乱跑就行了。村长看到这一幕十分生气，他让孩子们进教室，介绍起新来的老师。他姓魏，叫魏敏芝，咱们叫魏老师，叫魏老师。魏老师好。他不是老师，他是个收拾垃圾。你甭管是谁，我请的老师就是老师。魏老师。村长警告孩子们不许捣乱，要听魏老师的话。可他刚走，孩子们就又开始嬉戏打闹，完全不把这个小老师放在眼里。魏敏芝把课文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们抄，看到学生不听自己的话，他索性走出教室，把门一关。魏敏芝坐在门口，任由里面闹翻了天，他也不管。不一会儿，学习委员出来告状，班里的刺头张慧科在教室捣乱。魏敏芝进去一看，讲桌倒了粉笔，洒了一地。谁把这是弄倒的？谁把这是弄倒的？是张慧科。学习委员心疼地捡了起来。魏敏芝很生气，他让张慧科去捡粉笔，两人拉扯时把地上的粉笔踩得稀碎。学习委员心疼地大叫不要踩。可他们并没有在意。晚上，魏敏芝让学习委员写一份学生名单，学习委员在一旁默默地写着日记，就是不搭理他。显然他还在为白天魏敏芝踩坏粉笔生气。第二天，校长带着2个陌生人找到魏敏芝，原来他们是县里的体育老师，来学校挑选好的体育苗子。预备，好！啊，不错不错。最终他们选中了一名女孩，要送她去县里读书。魏敏芝当然不答应，班里学生1个也不能少。谁说的？高老师。他把女孩藏了起来，教练怎么劝都没用。村长悄悄找到张慧科，用5毛钱撬开她的嘴，得知女孩被藏的地方。等魏敏芝反应过来，为时已晚，女孩已经坐上车被他们带走。原来校长跟高老师说明情况，这次并不算魏敏芝失职，虽然不是自己的错，但魏敏芝还是很失落。这时张慧科拿着学习委员的日记打小报告，说他在日记里说魏敏芝的坏话。魏敏芝让他当众念出来给大家听。新来的魏老师不像高老师那样爱惜粉笔，我知道再小的粉笔头高老师都舍不得扔掉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把一个已经拿不住的粉笔头丢到墙角，过了一会儿高老师看见了，又把它捡了回来。他用2个手指的指甲捏住粉笔头，在黑板上又多写了一个字。最后的一笔是高老师用手的大拇指摸上去的，我的心里很难过。一会儿又白又长的新粉笔，现在成了又黑又短的粉笔头了。高老师知道了，也会很难过。学习委员生气地夺回日记本，坐在位子上默默流泪。一向调皮的张慧科也安静下来。魏敏芝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木讷又窘迫地站在原地。晚上，魏敏芝找来张慧科，让他给学习委员道歉，可张慧科梗着脖子不肯开口。不说睡觉就甭想睡觉，让我睡觉，不说就甭想回去，说不说？不说就不行。看到魏敏芝不依不饶，他掏出村长给的5毛钱，让学习委员去买新粉笔，1盒粉笔1块，5毛钱可以买20根。说完嬉皮笑脸的关门离开。
第二天魏敏之点名时，发现少了张慧科的身影。同学说他被家里人叫回去不让他上学了，想到一个都不能少的念头，魏敏之翻过大山来到张慧科的家里，这才得知张慧科的爸爸走得早，妈妈常年卧病在床，家里欠着好几千的债，于是妈妈便让他跟同村的孩子一起去城里打工。可张慧科才12岁，能打什么工？魏敏之要来张慧科打工的地址，决定去城里把他给找回来。打听后才知道去城里的车票要3块，自己来回加上张慧科就是9块，可他哪来这么多钱？于是就让学生们凑路费，等自己拿到工资了还他们。可搜遍了全班，也只有一堆皱巴巴的零钱，加起来连1块都不到。这点钱怎么够呢？这点钱不够。这时有人提议去砖厂搬砖，搬1块砖能赚1分5，1000块就是15块。于是魏敏之号召大家一起去搬砖，可他们来到砖厂后发现厂长不在，魏敏之让大家先搬，搬完厂长回来自然会给钱。孩子们忙得热火朝天，2小时后终于搬够了1000块砖，可厂长回来却骂他们捣乱。原来他们把人搬出去的砖又挪了回来，还碰坏了不少。魏敏之不管这些，追着厂长要工钱。孩子们也叽叽喳喳地围着厂长不让他走。厂长听说他们是高老师的学生，看在高老师的份上给了15块。我简直是基金会、辅助单位不平反了我。回去的路上，孩子们开心坏了，他们满头大汗，嚷嚷着口渴。魏敏之决定请孩子们喝汽水，除去9块的路费还剩6块，于是来到小卖部买了2瓶可乐。这是孩子们头回喝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尝着甜甜的麻麻的滋味。轮到魏敏之时，可乐只剩1点，他假装喝了一口，又递给了别人。等他们来到车站却傻了眼，车票根本不是3块，是20块05毛，来回加张慧科的就61块5，换算成砖头的话就是15万块。1000块砖就搬了2个小时，15万块这得搬1个月。这时有孩子提议让魏敏之混车，大家一起来到车站帮忙打掩护，成功让魏敏之混上了去城里的车。可他们不知道售票员在车上还要检票，于是魏敏之在半路被赶下了车。他看了看汽车消失的方向，又回头看了看村子，一咬牙决定走路去县城。他走过平地，穿过山洞，从白天走到黄昏，路上有车他就招手，可没人愿意停下。就这样一直走到天黑，终于他碰到一位好心的拖拉机师傅，愿意搭他进城。车开了整整1夜。第二天清晨，魏敏之来到了城里，这里的路很宽人很多，他四处打听，一路寻找，终于找到张慧科打工的地方。可张慧科并不在这里，同乡说张慧科来的时候就在火车站走丢了。魏敏之让他陪自己一起去找。不行，我还要干活呢，我将挣2块钱呢。魏敏之答应给他2块钱陪自己去火车站。他们来到火车站四处寻找，可张慧科已经走丢好几天，现在不一定会在火车站。这时火车站在播放寻人广播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叫他们，大喇叭啊，我们村里这3元多少钱那个大喇叭，这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这样好像大海捞针，那更不行啊！魏敏之也想去广播台发寻人广播，广播员让他们在外面等着。你们俩去前面楼梯拐角那，在那儿等着，播了以后他找着了，去那儿找你们好吗？同乡等了一下午，有些不耐烦，于是便让魏敏之给钱走人。我跟你找了一天，又是火车站，又是跟你做广播，现在广播已经做了，一会儿他到来了，你给我钱，我要回去了。可魏敏之却坚持非要找到张慧科再给，见他不给，同乡直接开抢。魏敏之哪是对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乡拿了钱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一直等到广播员下班，张慧科还是没有找到。广播员说丢了3天，估计是找不到了。魏敏之迷茫地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突然他看到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，于是灵机一动，来到文具店，用最后的6块5买了支毛笔、1瓶墨水和100张白纸，蹲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写起寻人启事，一写就是一个通宵。墨水没了，就灌点水继续写，直到纸上的字淡的都看不见。清晨，一个大叔拿起他的寻人启事，说他写的有问题。这怎么能联系？你这个没地址啊，这个不详呀，电话号、BB机号、手机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联系？就这贴大街，就是有人看了想跟你联系，写封信都没法写，水泉村在什么地方？他告诉魏敏之，电视台最管事，来得快。那一上电视一播，全市都知道了，比公安局、法院哪儿都管事。于是魏敏之一路打听，来到了电视台。因为没有任何证件和介绍信，魏敏之被拦在传达室门外。当得知他1分钱都没有，接待员更是毫不留情地说：“1分钱没有，带你进去干什么去？简直开玩笑！我就是让你进去，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除非你是台长他们家亲戚，你是人小姨子差不多。我们这儿台长说了算。”从接待员口中得知台长戴着眼镜，魏敏之便开始守在电视台门口，看见戴眼镜的就追上去问是不是台长。你是不是台长？结果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。直到晚上电视台关门，他也没找到台长。身无分文的他到路边吃别人剩下的饭，才勉强填饱了肚子。没有钱，他只能睡在大街上。隔天一早，他继续来等台长，
好心的员工告诉台长，有一个小女孩在门口找了他一天一夜。台长起身看到门口的魏敏芝，他找来接待员询问情况。我们是按规章制度办事，我看他多少就有点病。你看你是什么态度？又没有证件，又没有什么身份证。登广告你这样人等了一天半了，你还说人有点病？你有病是他有病？什么？我们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，他没有证件，我们就可以不让他进。那就叫人等了一天半，什么态度呢？台长严肃地批评了接待员，然后亲自把魏敏芝接了进去。为了帮他找到张慧科，台长安排他上台里收视率最高的节目。面对镜头，魏敏芝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主持人让他把摄像机当成张慧科，对他讲讲心里话好吗？魏敏芝想着这几天的遭遇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张慧科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就找了你3天了。你都快把我急死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另一边，自从张慧科走丢后，他白天在市场里到处讨东西吃，晚上就睡在火车站。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好心的老板娘，给了他一碗面，说以后饿了就过来帮忙刷刷碗，就给他吃的。这天老板娘看到节目，她把张慧科拉到电视机旁，问他电视上找的是不是他。看着电视里的魏敏芝，张慧科没有说话，没有喊叫，而是默默地流着眼泪。张慧科，你快点回来吧。不久，电视台把他们送回了村子，还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。讲台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粉笔，魏敏芝让孩子们挑一根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在黑板上写一个字。孩子们纷纷拿起粉笔开始写字。等到张慧科他多写了2个字，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念了出来。魏老师。孩子们笑了，魏敏芝也笑了。这个倔强的女孩终于完成了她的使命，一个都不能少地守护了这帮孩子。这部电影里没有专业演员，所有角色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，他们的表演没有技巧，却满是真挚。也正是这份真实，让更多人看到了大山里孩子的困境，农村教育的艰难，也让更多爱心悄悄涌向了那些需要帮助的角落。起来，预备起。